今天这个事儿吧，又差点没把我给气炸了。88年的女人啊，离异的，没孩子，她呢就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非要找一个总经理、董事长这种级别的男人。我也劝了她多次了啊，我让她降低一点标准，人家就是死活不同意。哎，这不都给她见了3个老总级别的人物了吗？第一个还真是看上她了，人家就比较直接，问她愿不愿意做她女朋友。他说这男的呀有病，才见了几次就让他做自己的女朋友，太简单粗暴了。然后这位呢直接他就 pass 了。那见了第2位呢，第2位觉得也不错啊，后来呢就约他到家里做了顿饭给他吃，什么都没有对他做，非常尊重他。这不挺好的吗？哎，结果呀这位说这个人太小气了，抠门儿，你让我到家里就是为了省一顿饭钱。这种啊我也不感冒，就跟我们说啊，赶紧的下一个吧。于是今天啊又给他见了一位老总哈，可惜这一次他的运气可就没有这么好了。这位呢直接就跟他说没有看上他，对他根本不感兴趣。这还得了，对于自信爆棚的他来说，这简直就是不会发生的事儿啊。于是呢这就跟捅了马蜂窝是一样的，各种来质问呐，说男士加了他微信为什么要加，没看上还加微信干啥啊？说没看上为什么还要来见面？他的逻辑就是不喜欢，大概率就是长相不喜欢，那为什么要见面呀？当时介绍的时候看了照片的，不满意，没感觉，还过来见面干啥？他其实啊说来说去就是他的颜值已经这么高了，既然同意见面，就是看上他了，哎，就是看上他的颜值了。看照片也是能看出来感觉的。他说这些的意思啊，就一直是在强调他呢是个美人儿，人家就不能看不上他。如果人家看不上他，那就是我们的问题，就是男士的问题。于是我跟他说啊，别说这种级别的男人，就是一个普通一些的男生啊来相亲，他也不可能只看你的颜值一项就能看上你，对吗？人家不需要考量一下你的性格、谈吐、内涵、三观这所有的东西吗？真的啊，有这么幼稚可笑还肤浅的女人，她就觉得自己有一张好看的脸啊，就能 hold 得住全天下所有的男人了，哎，谁也不能拒绝她。这是不是挺可笑的呀？今天有一个男生过来啊，跟我聊起他最近相亲遇到的一个事儿，真的是挺逗的。前2天呢，他跟一个女孩相亲，他刚把自己的情况跟女生一说啊，这女孩就巴拉巴拉就开始说开了。哎呀，我看你条件是不错的啊，我呢就几个要求。结婚的话，我们家要50万彩礼，北京呢3环内200平的房子，不能有贷款的那种，房产证上啊得写上我的名字，40万以上的车。感觉呢这个其实是已经老掉牙的套路了啊，大家也听得挺多的，没啥好奇的，对吧？那男生呢倒也还挺好说话，他说啊这些都没有问题。可是女孩接下来说的话就有点离谱了啊，他说咱们要是结婚了是不是就是一家人呢？男生说对啊，那咋了？女孩说那结了婚你不就是我老公吗？我呢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我欠了50万外债，那结了婚你得替我还啊。这时候男生心里就开始打鼓了啊，合着你是要找一个给你还债的呀？那债还完了还拿着50万彩礼再跟我离个婚，这里外里的挺合适啊，真能算计。然后男生也就不示弱了啊，他对女孩说这倒没问题，但是我也有个问题要问你啊，那如果我也欠50万外债，你会给我还吗？你都想不到这女生怎么说的啊，她说你欠50万我还能跟你在一块吗？你都没有能力养我了，也没有能力保障我的生活质量，那我还跟你在一起干嘛呀？男生说那你们女的不一直都在讲男女平等吗？原来就是个口号啊。提到女性利益的时候，哎，就倡导女性优先，谈到责任付出的时候，那就是男人的义务。女孩马上就说我这么貌美的女人，那有的是大把的人追，哪怕你给我花钱，那也是你的骄傲。男生说这骄傲还是算了吧啊，不稀罕，要钱的时候我就是你最好的依靠，没钱的时候我就配不上你的美貌。你还真是一套一套的。女生刚又要开口哈，男生立马就说你闭上你的嘴巴，我看不上你这样的，听懂了吗？就是这么个事儿啊。我就是觉得吧，这男生怼的呀太有水平了，你们说是吗？今天啊，一个28岁的女孩跑来跟我哭啊，说后悔了，想跟男生复合。那我就问她咋了嘛？她说啊，跟男生相识啊半年多了啊，相亲认识的。前不久啊，他们去见了父母，
就因为女孩的父母提出了几个条件，男生这边不太同意，不愿意顺着他家里的意思办，女孩啊就当着他的父母的面跟男生大发脾气，当即啊就叫男生滚出去。那他呢，从小全家就很宠，他说就是他不宠我，他不照顾我，父母提点要求他都觉得过分，我当时就是很生气。但是啊，这个男生离开之后啊，1个多月都没有再联系过他。那前2天呢，他就开始有点后悔了，跟几个朋友去酒吧玩啊，喝多了就直接啊奔男生住的地方去敲门，男生一听是他就不给他开。这个气急之下啊，女生啊就开始砸门了，一直啊闹到了邻居报警，直到警察来了，这事才算完事儿。但是啊，男生表示不会再跟他复合的，所以今天啊他就跑我这儿来了啊，想让我跟男生谈谈能不能重新在一起。你们说说，这样的女孩男生还会跟她复合吗？我就跟他说啊，假如一个3岁的孩子像你这样子，那我们会说这个小姑娘啊奶凶奶凶的挺好玩。假如一个17岁的女孩像你这个样子呀，我们也会说这小姑娘有点刁蛮任性，也挺好玩的。但是如果一个27、8岁的成年人了还是这个样子的，那我只能说啊，姑娘你现在是在向一个泼妇靠近，已经不好玩了啊，它已经成了你身上的一个标签。28岁的女人如果此刻还呈现出这种状态，那我建议你啊，这一辈子最好是不要结婚，因为只有一个情绪稳定的女人才配走入婚姻，否则你将虐死别人一家子，知道吗？结果想不到啊，他居然跟我说，我就是生气，我也没有恶意的，我就是想恶心恶心他。哎呀，姑娘啊，你是一个漂漂亮亮的人，那是什么东西才会恶心人呢？你是那个恶心人的东西吗？你把自己存在的意义和美好的青春时光全都花在了恶心别人这件事情上吗？你还说你没有恶意，你把自个儿看成什么了？把宠爱你的父母又看成什么了？不要在这种没事去喝酒啊！假如你酒后根本就控制不好自己言行的话，你就别喝，因为酒精又会把你点炸，那把你原本可控的一面彻底变得不可控了，这个太可怕了。你要好好检讨你自己。这个男孩你就别努力了，放过他和他的家人吧，他的父母是不会接受你这种性格的。你现在已经输了，知道吗？你输的连一点点的余地都没有，你还谈什么复合呢？你们觉得可能吗？最近啊有2个事儿啊，你们来评评理，到底是男生的错呢还是女生的错？一个女生呢应邀参加男生的一个饭局啊，晚上啊她喝多了，男生就开着车带着女生往自己的家里去。女生呢有点迷迷糊糊的，也不知道情况，下车之后看见男生把自己带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酒忽然也醒了一半了。男生就说这是我家，你要不要上去看看或者坐一会儿？女生居然同意了，也跟男生也上了楼。于是啊，女生还在男生的家里沐了浴更了衣。男生说要不今天你就住这儿吧，你睡卧室，我呢睡客厅的沙发。可是到了后半夜，男生就开始敲女生的门，女生不开，2个人便争吵了起来。男生怕吵到了邻居，就叫了辆车呢把女孩送回家了。但是女孩可没有善罢甘休，第2天他就跟所有认识他们的朋友群发了一篇小作文，说这个男生是个臭流氓，没素质。还有另外一件事啊，一对刚相亲认识不久的男女，彼此呢都很有好感，他们想往结婚的方向去交往。由于认识的第2周2个人都要去外地出差，男士啊就邀请女生说你忙完了以后呢去我那个城市找我。于是他们在男士住的大酒店啊餐厅吃了顿饭，饭后呢男士就邀请女生去他的房间坐坐，女生没有答应，男士被拒绝了，觉得脸上特别挂不住，就甩了一句说那一会儿啊我就回北京了，你呢就自己安排吧。然后就把这个女生啊一个人扔在了酒店餐厅里。你们说说这2件事到底是谁对谁错呢？现在啊结婚率低，其实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现在啊适合结婚的女人呐真的是很少的。你看啊，有一大部分的女人呐成天的做梦想嫁个大老板，找个有钱的人，过上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少奶奶生活。那普普通通的男人怎么会被他们放在眼里呢？他们自己真的赚不了几个钱，但是成天啊事儿特别多啊，心比天还高。最可怕的是那些女人还超级的自信，觉得是男人降低了他们的生活质量。难道你以前是公主还是富豪的女儿啊？我自己也是个女人，我都不会替这样的女人说话。
他们自己啊一个月也就挣2、3千，还瞧不上人家一个月挣好几万的人。那么还有一种女人啊，她们呢自己有自己的事业啊，也非常优秀，物质条件也很丰富，她们就希望找一个比自己更强大的男人，觉得才对得起自己的优秀嘛，才对得起多年的奋斗嘛。但是啊，他们又多少有点强势，而且年龄还大。优秀的男人只想找青春靓丽，哪里会找这种人老珠黄嘛？而且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现在的有些女人已经完全丧失了作为一个女人的功能了。她不会做饭，不会做家务，她还不想生孩子养孩子，也不会照顾老人啊，也不会照顾老公。大小姐的脾气还不好，动不动就闹离婚，成天就琢磨一件事儿，老公给我多少零花钱，你给少了就是你没本事，瞧不起你。娶了这样的女人呐，一旦有了孩子，你就会发现你真的是娶回来了一个祖宗啊。有的男人真的是啊，生不如死。其实这些女人真的不知道，如果没有了这些男人，她可能连饭都吃不上。那你就说这样的女人现在越来越多，男人找这样的来干啥？难道就是为了娶一个连孩子都不愿意生的女人回来供养着吗？现在的男人啊，不光得会挣钱，你还得会干家务活，你得懂浪漫，会幽默，真的太累了。所以现在的年轻人他就不想轻易结婚了嘛。你们说我说的对吗？现在有很多大龄剩女啊，真的是被现实打脸呀。真的你会觉得呀，又可怜又可恨。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将来啊会有越来越多的女孩真的嫁不出去的。你先别急着反驳我，大龄女生看到这儿可能也很想骂我，但是啊，很多案例证实了大龄剩女啊，她们有一些共性，基本上有这3点啊。第一，太挑了；第二，太毒了；第三呀，情商太低了。你看完了，要是觉得我说的不对啊，你再喷我。就拿我这儿前几天来了一个33岁的大龄女生啊，她的案例来讲，其实她长得还可以，颜值呢能打个7分吧，在体制内上班，月薪呢有1万多。那天她来我这儿见了一个82年的男人，离异的，但是年薪1000万啊，非常优秀的男士。出来他就马上跟我反馈了，说这个男士啊，他没看上，感觉对方没有什么眼缘，虽然有钱，但是年龄太大了，还离异的。想当年啊，自己20多岁的时候，那都是些富家弟子啊，跟他相亲，基本上没有看不上他的。所以啊，如果自己找个这样的呀，觉得很亏，带出去也没有面子，他觉得自己还没有沦落到要找一个离异的，长相也看着不太喜欢的，年龄还那么大的男人。我说，那你怎么不想一想，一个年龄没有这么大，未婚的，年薪1000万，而且还能让你看着有点感觉的男人，可能你也不是人家的菜了。他想了想说，哎，现在年龄一年比一年大，也不好找，要不我就跟这个人处一处试试吧。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啊，这个女士啊太自信了，男士这边根本就没有看上她。男士跟我说啊，这位女士啊聊天啊让人很不舒服，一坐下来就问她为什么离婚的。男士呢简单说了离婚原因之后啊，他立马就追问，那这几年你又谈了几个呢？然后为什么又分手了呢？你看看啊，第二个话题呢，他就是问房子有多少套啊，都在北京什么位置啊，年利润大概是多少啊，还问男士半年内有没有结婚的打算。你说你都没有看上人家，还问这么多东西干啥呢？这个就是他的情商了啊，真的情商太低了，完全不顾及对方的感受。他问的这些全部都是很隐私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女人啊，她读惯了，她的这种思维呢是顾及不到别人的感受的。这一系列的提问问的男士很尴尬，实在是反感的不得了，还怎么跟他有下文呢？这些大龄剩女的通病就是挑了收入挑颜值，挑了颜值挑学历，挑了学历挑资产，挑完这些他还得挑性格。然后呢，他们好不容易挑了个满意的，结果人家看不上他，不然就是相处起来太累了，因为他读惯了，他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往往啊情商很低，不会说话不会处事，关键的是他们还是小姑娘心态谈恋爱，要男人追要男人宠，自己呢又不主动还很作，所以啊处处都失败。你们觉得这样的他们还嫁得出去吗？现在的男生啊，他们出来相亲啊，已经达成了几条共识，你们知道吗？反正他们现在大家都在这么做啊。首先呢，
相亲第一次出来见面啊，不会全部的消费都自己掏钱的。不管这个女生多漂亮，她有多喜欢，只要是遇到那种非要吃大餐、逛商场的女生啊，她们一定会想办法撤离现场的。第二条呢，交换联系方式之后，这种回消息特别慢的女生，比如说上午发消息，晚上才回，那这个呢，直接就会删除的。大家都很忙，行就行，不行就下一个呗。现在的男生每天工作也很忙啊，女生还希望他主动花时间跟你聊天，那人家也主动了，但是你呢还要端着那个架子。他如果真的很会哄女生，他有这个功夫的话，他生活中不早就脱单了吗？所以女生啊也想想啊，你们那些慢热呀、矜持啊，可能现在真的不太管用了。你不行不主动，人家马上就换下一个了。第三条啊，两个人聊天聊了很长时间，但是这个女生啊就是很难约不出来，约了3次都不出来，那直接就拉黑删除，谁也不想给谁做备胎的，没有那个功夫给你耗的。第4条就是约会了3次还不肯确定关系的，你约他他也不拒绝，送礼物他也收，虽然这样，但是人家就是不跟你推进关系啊，这种女人啊赶紧删除，那明摆着就是把你当成了饭票啊，提款机，反正他自己又不吃亏，对吧？第5条，确定关系之后3个月还没有打算见父母的，果断分手。要知道你们都来相亲了，就别整那些复杂的东西，行就行，不行马上就下一个，没有必要浪费彼此宝贵的时间的，你说对不对？不要小看这些女权主义的毒鸡汤，一个人长期被这种思想灌输啊，他的价值观就会扭曲的，最后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因为什么就离婚了，你们说对不对啊？你去看一看啊，富人呢基本上不会娶美女的。大家觉得富人身边一定是美女如云啊，这确实没错。但是你仔细去看一看富人的老婆，虽然没有特别丑的，但是基本上啊都是相貌平平，或者呢也就是中上颜值。但是这些女人一定有过人之处的，要么就是年轻的时候陪伴富人一起走过了那些吃苦的那段人生岁月的女人，要么就是家庭背景非常显赫的门当户对的大家闺秀，要么呢就是平民当中样貌、气质、性格和内在都很出众的女人。就是这第3种啊，是很多普通女人呐梦想着能通过婚姻改变命运的原因。很多这样的女人起破了头也要来参与竞争。前不久啊，我这里就来了一个女孩，长得是挺漂亮的，一问她的择偶要求，我就觉得她不太可能。她说就想找一个让她直接财富自由的人，否则呀配不上她的颜值。我就问她，那你说的财富自由的标准是什么？年入100万、1000万还是什么样的？她淡定地说啊，年入100万可能连大城市里边中产都达不到吧，至少存款都得过亿才可以。这种人呢，至少都是得开劳斯莱斯别墅1-2千平的那种，年龄多大我倒是不介意的。他看我面有难色啊，就说你这里是不是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人呢？我说有是有的，但是不知道你符不符合他的标准，要不你等一下，我先跟这个男士沟通一下。于是呢，我就拨通了一位身家过亿的男士的电话，我把这个女孩的基本情况跟这个男士说完了之后啊，男士说美女谁不喜欢啊，但是要娶回家的女人的话，我还是希望她有更多的其他方面的特长，长相这块我反而可以，不需要太漂亮的。我京郊有2000平的别墅，还有4辆200万以上的车，然后我的年收入大概5000多万吧。漂亮的女人我不缺，我并不是说她的颜值不够，而是我没有看到她有别的什么特别的长处，学历也不算高，受教育程度也不够，家庭背景也一般，这些都没什么。但是这样的女人呐，我一抓一大把，有的是啊。再说了，美貌这个东西又能持续几年呢？用几年的美貌想跟我换一辈子的财富，从生意的角度来讲，是不是也太亏了？说实话，我要娶个老婆的话，这种类型的就不用给我介绍了，我还是希望找一个人美心善，受教育程度高一些，有优良的女性传统美德的，对我的家庭和事业都有一定帮助的女人。这个女孩听完啊，说哎，无所谓了，我有的是人追。那我就说啊，姑娘，你的美貌确实能引来很多人追求，这其中也不乏有钱人，但是他们追求你不代表他们会娶你的。这个道理其实非常简单，富人都是很聪明的，他懂得一个女人要是娶错了，稍有不慎，一辈子的江山啊可能都毁在这个女人手里。
他们考虑的可没有你们那么简单，你们觉得呢？